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，陈医生。不会，请坐。说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。我知道你们律师都很忙，本来不想打扰你，可是给你打了好几遍电话，你都没接。啊，我一般不认识的电话都不会接的。那这样，你留一个我的联系方式，有任何需要咨询的，你可以找我。哎呦，那我可有点受宠若惊了。举手之劳，不要客气。陈医生今天来找我，是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的地方吗？是这样的，你真的要为了冻卵的事情起诉我们医院吗？是啊，而且是遵循您的建议。我那个是开玩笑，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本人就是律师啊。那就当一语成谶吧。我也确实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诉诸法律来解决问题。其实我今天是受医院的委托，希望你不要起诉我们医院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也是照章办事。如果你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，咱们可以尝试别的方式。起诉贵院是必不可少，别的方式我也会并行考虑。你知道去年有一起冻卵案吗？当事人徐女士也是以侵犯一般人格权为由，起诉了她就诊的医院。我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，法律的问题不太懂。但是以目前的条件来看，好像在这个案子里，你胜诉的机会并不大呀。的确很难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把时间花在一个你根本就赢不了的官司上呢？因为这件事是对的。这个世界总要有人花时间去做对的事情，哪怕它毫无胜算。还是律师会聊天，我都无言以对了。你不是我会聊天，而是真理站在我这边。好。其实，就我个人而言，我对你的困难还是很同情的。但你知道我是医生，我有我自己的职业规范，所以希望你可以理解。啊，那当然，我起诉医院也并非针对你个人，我对你本人并不恶意。那看来咱们已经冰释前嫌了，是吧？那能不能有这个荣幸请你吃顿饭呢？这是糖衣炮弹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我自己掏钱，医院是不会给我报销饭费的。你知道我们律师的工作是很忙的。所以呢？所以，我应该只有30分钟的就餐时间。好啊，这边上就有家菜馆，菜很不错的。龚主任，有人找您。没想到吧？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你不跟我吃饭，我记仇了。所以呢？所以我亲自上门，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那我只能说遗憾了，只能是再次。你敢？我长这么大，还没有人能拒绝我2次呢。我也不想当第一次吃你螃蟹的人，但是我今天真的是没时间。那我就在这儿坐着，等你什么时候有时间。哎呦，那可不行，我这里边全是保密文件。你跟着我干嘛？你去哪儿啊？我要去见一个重要的客户，不能带着袋子。没事，我等你。别了吧，我还不知道什么点回来呢。多晚都可以等的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你看啊，这是我们的茶水间，里边水啊、咖啡啊什么的都有。你要走的时候记得收拾好就行，物归原位啊，物归原位啊。等你回来。真的假的？你别骗我。当然是真的了。我刚学解剖那会儿，去饭店里吃饭，只要是内脏制品，不管它用什么烹饪方式，在我嘴里都是福尔马林的味道。天哪！真的。哎，你等等，我看一眼。怎么了？这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块别吃了。
啊？为什么？它的主人得过肝硬化。哎呦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你要是见过从病人身上切下来的肝硬化的肝呢，你就能分辨出来了。我翻一下啊，找找。别，我现在整盘都不想吃了。不能因噎废食啊，挑完了还是可以吃的。别啊！我无福消受，我会有心理障碍。我再跟你说个事儿啊。上周啊，我去菜市场，在一个猪肉摊上，那一堆猪腰子里边发现了一个多囊肾。什么又是多囊肾？肾病的一种。哎，我估计你不会想知道细节的。好吧。我把那个肾脏带回来家，给它做了解剖。我详细的了解了一下这头猪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事后我还给它拍照留念，心里头甭提多满足了。我跟你讲，关键是解剖完之后，那个多余的那个腰子我不能浪费了呀。我准备点葱末、姜末、蒜末，爆香了就饭吃。我现在开始有点后悔跟你出来吃饭了。尺度太大了。维持现在的水平，别再提高就行了啊。那咱们还是换个话题吧。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挺想问你的，但不知道该不该问。我大致可以猜出来你想问什么。你是不是想问我，一个大老爷们儿做妇产科医生，会不会觉得特别别扭，是吧？我是不是太直接了？刚刚好。这么说吧，作为一个执业多年的妇产科医生，我对女性的身体生理结构基本上是觉得索然无味的，个别时候还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厌恶。怎么样？听了那句话，我怎么好像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啊？我说的是真的，但是从科学的角度讲呢，我是一个身心健康的成年男性，见到自己心仪的女性还是会分泌荷尔蒙的。但是我的专业特性决定了，我对女性的欣赏可以纯粹的、完全的出于对她的爱慕之心，而不是对她的身体有什么生理性的反应。就像见到猪腰子，首先激发的不是食欲。哎，大差不差，但是呢，稍微缺那么一点点的严谨。你这话说的虽然有自卖自夸的嫌疑啊，但是我竟然无力反驳。你当然是反驳不了了，我说的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。我今天是领教了科学让我吃不下饭的力量，下回啊再有医生请我吃饭，我可得慎重考虑了。哎，不能讳疾忌医啊，该吃还得吃。你就像这干尖凉了，要不然给你热热。哎，别，千万别，托你的福，我1个月之内都不想再吃内脏了。谢谢你的晚餐，今晚过得很愉快。不客气，我也很愉快。那咱们就在法庭上见吧。其实我更愿意和你在餐厅里见。那可不见得，也许等庭审结束以后，你已经把我恨得咬牙切齿了。你不会那么残忍吧？要赶尽杀绝啊！你试试看，我会不会嘴下留情？在这等着啊，在这，这不宋律吗？哎呀，好久不见啊！你好，张经理。哎呀，您今天来怎么没打招呼呀？啊，我真不巧，今天这房间也满了。您稍等啊，我想想办法。哎，不，张经理，真不用，我们在这等位就行。好，那你有事您叫我啊，下次来一定打个电话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张姐，就在这儿等啊。怎么样啊，吃的？啊？是吧？是，她就是荣丰阁的刘小红。待会儿给你送一个果盘啊！嘞。这老太太性格挺倔的，待会儿她要说什么你别介意。没有拜。哟，这谁呀？小胡总，好久不见，我太太。刚一出来你就跑这儿来捧场。哎，这不周末嘛，陪我太太出来吃个饭，想来想去还是您这儿的菜好吃，我们就直接过来。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太太顾念。
小洪总。您好，小洪总，久仰了。哼，你这个没良心的臭小子，家里有这么好的媳妇儿，还敢出去在外面勾三搭四？哎，你这话说的都不好意思。我要是你呀，这辈子我都不搭理。我哪能跟您比啊？我要是有您的本事，外面那些人也不敢使坏欺负他。嗯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家臣平时办案子多，得罪人也多，您知道的，江湖险恶，防不胜防。还冤枉你呢？嗨，一言难尽，不提也罢。要不是你媳妇儿替你说，我真不敢相信你这帮男人那个臭德行。是，您慧眼。姑娘，我跟你说呀，我这辈子憎恨男人对婚姻不忠。你男人本事大，就算这一次没出事儿，你得看紧了啊，可不能给他撒野的机会，记住了没有？好嘞，您放心，只要有您在，他不敢乱来。不敢。说话算数。当然。董，哎，那个松鹤厅没人吧？给您留着呢。那甭管了，你把这2位客人给我带过去，把咱们家招牌菜全给我上齐了。今儿这单算我的。哎，不，小洪总，我们在这等位就行，这怎么好意思？哎，不用。你是应该不好意思，我跟你媳妇儿有眼缘儿，臭小子，你也就沾点光吧啊！姑娘，走，跟着我去，帮我好好试试菜哦。好嘞。来，姑娘，把衣服披上，外边冷。好了，你的目的达到了，我的任务也完成了。收好了。早点回去吧。明白了，你这大半夜把我叫出来，就这事儿是吧？哎，我觉得啊，就什么披衣服啊，这个那个的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。我给你个建议，你还是得去找他，找他当面把这些事儿都问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换位思考啊，咱们站在他的角度去想想看，他这又是家又是孩子的，真的生活已经太累了，我真的不能再给他增加压力了。如果他真的选择回归家庭的话，我有什么权利把我的情感强加给他？你这会儿又学会换位思考。哎，他万一真的是等你先表白呢？你这没个态度，他很有可能就跟宋嘉诚就这么凑合过下去了。你那会儿真的后悔都来不及，你俩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好的可能了。即便是这样，我也还是会尊重他的选择。反正我一点都不想再给他增加烦恼，增加负担。不是，你这……哎呦，那这样吧，我觉得呀，你赶快找个姑娘，把自己交代出去。哎，你之前那女朋友呢？她对你挺好的呀，你干嘛跟人分手啊？别闹了，她跟我就不合适，好吗？这你喜欢的吧，你不敢说；这在你身边的吧，你又不想要，你这也太难伺候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事儿我没招了，我解决不了了。来吧，咱还是吃肉吧，啊，来，吃吧。
你怎么还不走啊？你们公司挺好的，你沙发舒服，网速也快。你是把这当网吧了吧？你先坐下，我有事问你。快坐下。我有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，你必须认真回答我，不许说谎。你说。你视力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眼神好不好使？一个5.0，一个4.8，怎么了？那今天中午12点半到1点之间，你在律所楼下的咖啡厅是不是坐在靠窗的角落里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还没问完呢。当时坐在你跟你隔了2个座位，差不多这个距离，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姐，搔首弄姿想引起你的关注，你是不是都没搭理她？没注意啊。谁啊？我呀。啊，你呀。我长那么好看，离你那么近，你居然都没有注意我。难道是我瞎了？啊，不是，可能是我疏忽了。亏得我还特地打扮了一番，果然是落花无情，流水有意，天下渣男都一般黑。这都哪跟哪儿呀？你跑去咖啡店干嘛？我制造偶遇呀！你回下周又不主动找我，那我想见你。我一个女孩子，太主动了又显得不矜持，只能制造偶遇了。那你上来直接跟我说话呀？那怎么行啊？咖啡厅里那么多人，如果你不搭理我，那我多尴尬呀！所以你就直接杀到我办公室了？本来我是想直接回家的，但是在路上我越想越生气。谁受过这个委屈？我就杀了个回马枪上来找你了。看来你真的是很闲，这么折腾你不累啊？不累啊，追求自己喜欢的人，这有什么错啊？很多感情错过了就没有了。这倒是实话。现在有像我这么可爱的女生坐在你面前，发自内心的告诉你，我喜欢你，想跟你在一起，你知不知道，这是多少年才能修来的福气？恐怕是不容易。所以，你要不要接受老天对你的考验，享受这个福气呢？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非常遗憾，我们俩真的不合适。你没试过，怎么知道合不合适呢？不用试，我也知道不合适。你没发现我真的很忙吗？我每天都被工作塞满了，我真的没有时间谈别的事情。好像是啊，我的男朋友可不能天天只想着工作。对呀，那得多无聊啊！啊？这我还真没考虑过。没考虑好啊，就回家好好的考虑考虑。我很负责任的跟你讲，你真的要跟我在一起了，一定会失望的。你现在还很年轻，有大好的青春可以挥霍。你现在正应该是好好享受生活的时候，跟我这种人在一起，就是在浪费时间。啊，今晚回家什么都别想，好好的睡觉，一觉起来，想法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早早早早早，顾律师早，早，您就是我的榜样，我一定向您学习，加油。好的。
来走。走。早，副主任。走。花给谁的？念姐升迁，我给她送花去。哦，对啊。恭喜你晋升为主管律师。谢谢。最应该感谢的是你自己。现在拥有了自己的律师团队，可以独立承接案子，而且以后更加能够发挥你的才干和实力了。你会越来越好的。没有你，这一切都谈不上。我很清楚，你为了今天付出的每一步努力。每个人都是自己成就自己。加油！加油！昨天我想了一晚上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找你啊！合着我昨天的话白说了是吗？你说的那些话，我都是认同的。但可能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，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相处。你不用这么看着我，我今天是因为工作来找你的。你还记得那些维权的家长吗？他们想拜托我联系一下那天的热心律师，也就是你，来帮他们处理一下集体纠纷。我又不是在当地执业的律师，他们找我干什么？是不是你让他们来找我的？这位是顾律师。顾律师，你好。你好，我叫沈庆。第一次看到现实中的女律师，比想象中还要好看。你想象中女律师都长什么样子？反正没你好看。过奖了，沈小姐更好看。那你们女律师是不是都特别厉害啊？你指哪方面？情场、职场方方面面，就像人生赢家一样。人生赢家可能跟职业并不完全有关系，得看个人吧。现在是工作时间，咱们别扯那些。我就是因为工作来找的你啊。那些维权的家长很可怜的，他们现在都没找到信任的律师，你帮帮他们吧。办公室收。如果原告现在可以立刻冻卵的话，那么将来他结婚以后，健康生育的机会会更大，面临的风险会更小，是吗？可以这么说吧。如果他现在不能立刻接受冻卵，那么是否会出现，即便将来他结了婚，但是卵子的质量已经不适合受孕的情况呢？有一定这样的概率。也就是说，你认为实施冻卵技术是有一定几率可以降低晚婚女性生育风险，并让她们在结婚以后有更大的几率获得一个健康的孩子。但同时，你也认为晚婚女性获得这项医疗服务的唯一途径是尽快结婚，这就让我想不通了。如果这些女性可以选择立刻结婚的话，那么她们何必还要来医院寻求冻卵呢？你认为医院的这套逻辑可以自洽吗？我恐怕没有办法替医院来回答这个问题。陈医生，请问在你的价值观里，医生的天职是什么？悬壶济世，救死扶伤。谢谢，我问完了。签好了，谢谢，辛苦了。
恭喜你啊，大律师，说的真好。我这个当医生的都被你打动。谢谢啊，不过你恭喜的太早了，法庭还没宣判呢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这有什么不一定的？幸亏你刚才说不再问了，再问下去的话，我都词穷了。庭审又不是辩论，不是谁说的占了上风谁就能赢的。反正我是学乖了，吃一堑长一智，以后坚决不招惹你们这帮律师，得理不让人呢。我早就提醒过你，庭审之后你可能会恨我。我现在就恨得牙痒痒，必须得吃顿好的，好好磨磨牙。行啊，就算我回信你，想吃什么？火锅吧，顺便跟你聊聊人脑和猪脑的区别。诸位，今天合伙人会议有一个重要的议题，宋嘉诚要回来了。但是荣丰阁回不来了。荣丰阁那个包房我们用了多少年？那可是天伦乾坤的风水宝地，因为宋嘉诚个人的问题，门都不让进了。那以后见客户怎么办？我们的脸往哪儿搁？没错。别看荣丰阁只是一个饭店，但是圈里的人去的太多了，那就是一个小炸弹。老孙刚才说那些事儿，在那儿都传开了。现在荣丰阁不但要跟咱们解约，而且连饭都不让咱们吃。咱们堂堂的一个天伦乾坤律所，什么时候混到这种地步？要我说，宋嘉诚就不应该官复原职。像他这样的人领导我们律所，那客户会认为我们跟的是一路人啊，到时候咱们的利益可就受了牵连了。没错，各位，宋嘉诚过去是咱们天伦乾坤的金字招牌，这点不假。但现在，他已经是咱们的累赘了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宋主任好。好。宋主任。好。哎，你好，宋总。宋总。哎，你这个入职了吗？办了，多亏您了，谢谢宋主任。好好干啊！哎，宋总好。颈椎还没好呢，回头给你介绍老中医啊。谢谢宋主任。你是新来的啊？真帅！你忙。主任好。哎，徐主任，你现在可是天伦乾坤的主心骨啊！到了当机立断的时候。我们知道你是宋主任的得意门生，但是现在律所里这么多人等着吃饭，您不能只顾自己的情感，不考虑我们大家的死活吧？徐主任。不能因为某一个人的错误牺牲大家的利益啊！对，小徐，你必须痛下决心，不能再等了。对，绝对不能牺牲大家的利益。徐主任，你得为我们主持公道。对呀，徐主任，您得主持公道，说两句吧。主持公道，你今天批表说两句，您说句话我。既然这样。我认为，哟，大伙儿都在呢。哥，您来了，坐。今天不是合伙人大会吗？我来看看大家。嘿，都挺好的吧？好。哎，慕言，你们接着说，别管我。也没什么大事。老大回来了，有请老大说两句。哎，你们都吃早餐了吧？啊，吃了。那我不客气了啊。我今天来呢，第一，主要是来看望大家；其次呢，之前荣丰阁啊跟咱们合作出了点小问题，我跟小洪总见过面了，没事了啊。慕言，哎，你赶快找人跟进一下那个续约的事儿啊，这么重要的客户别怠慢了。您放心。哎呀，看到各位
这个乐以忘忧的状态，我真的很欣慰。几点了？9点半。对不住各位，我得先走了，我上午约场球，双打。对，那个你接着开会，我不打扰了。哎，这样，这周末吧，咱们到荣丰阁团建啊！到时候谁也不许请假，都得来啊！好，一定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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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二六，你又胖了，多约我打打球，锻炼锻炼。你们聊。哎，哥，我来。哎，哥，你慢走。好。第一次承接的案子，双方是一对离异的夫妻，男方向女方提出了要变更子女抚养权的诉讼请求。你们认为对方律师最有可能展开的诉讼策略是什么？首先我认为对方可能会以他们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这个点来打我，因为确实经济实力对于抚养一个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。但对于我方当事人来讲，稳定的收入也是符合这个标准的。对于抚养孩子的基本的经济实力还是有的，所以这一点其实并不能构成。看够了吗？别闹，这是顾律师的新团队第一次承接案子，对方律师很难缠，但也不是没有弱点，我得过去提醒他一下。你必须现在过去吗？我代表家长预约了你关于早教班索赔案的法律咨询。你作为代理律师，从现在开始的2个小时，你的时间是属于我的。我就过去说几句话，很快就回来，不耽误你的时间。他没有你就没办法工作了吗？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这么离不开你？我觉得对方可能会声称他在孩子的教育上比我方当事人更具优势，但我方当事人也受过高等教育，而且与孩子长期生活在一起，更了解孩子的生活习惯，更受孩子的依赖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对方还有可能会是以他的自身拥有的一些社会地位来打我们，因为一旦拥有社会地位的话，可以给孩子提供。你既然现在心思不在这儿，那我就改天再来，等你能什么时候专心对我的事情的时候。哎，你先别走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回来，就说几句话。说改天就改天了。原告律师江涛，你们谁跟他对证过？这是个江涛，我之前跟他有一定的接触，然后他呢是他本人的胜诉率的这个案件高达。那你们继续。江涛这个律师特别。想不想要克江攻略？克对方律师江涛的攻略。你有吗？没有。那怎么能行呢？我当然是有了。我跟他一共打了6次仗，5胜1负。5胜是因为我用了这个攻略，那1负恰恰是因为我没有用这个攻略。太感谢了，有了你的克江攻略，就更有信心了。我对你一直都很有信心。去吧。风盛，你跟沈庆怎么了？没怎么了，就是有点小误会，他就先走了。那案子不谈了？暂时不谈了吧，回头我再去找他吧。人家姑娘挺热心的，你对人家态度好一点，别老爱答不理。我对他，跟对待其他客户是一样的，享有同样的服务，我不会对他额外关照。是，我其实不是这个意思。先去工作，工作。去工作。克江攻略，方主任给的。方旭，这是你要的资料。哎，好，谢谢。
喂。哎，你一定猜不到我看见什么了。别告诉我。怎么能不告诉你呢？我在天伦乾坤的案例档案上看见你签名了。哎，你在天伦乾坤还干过呀？是啊，不可以吗？没说不可以，没听你提过呀。不值一提。哟，听起来干得不开心啊？因为什么呀？你还有事吗？没事我就挂了，我忙着呢。等。哎，你还有多少秘密是我不知道的呀？方旭，你有病吧你？我的秘密是我的隐私，受法律保护的，为什么要让你知道啊？你是我什么人啊你？你已经离开宜盛和了，我们俩连同事都不是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再骚扰我，我就报警。哎，别！再见。嗯，好。再见。再见。嗯，再见。找我什么事？你走了？走了，我就看你是不是要给我打电话呢。我确实应该给你打个电话。今天下午在我办公室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有点不太礼貌，所以我错了，对不起了啊。那我原谅你了。现在我们可以接着谈案子了吗？妈，现在基本的法律流程就是这样，但是我觉得你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那些家长。一般这种官司，我们胜诉的悬念不大，但是难点是在执行阶段。也就是说，即便我们赢了这个官司，通常也未必能够拿到赔偿。我会跟他们沟通清楚的。我的栏目也会持续跟进这件事。你会接受采访吧？会吧，如果你需要的话。嗯。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？有啊。跟我说说他呗。谁？顾念。为什么要说他呀？他跟这案子有关系吗？无关啊，但我想知道。你这大晚上的说人家干啥？你再把人家顾念说的打喷嚏了。我很喜欢他，对他很好奇。你的所有同事里面，对他印象最深了。有啥好奇的？他跟我大学同学，现在又是同事，如此而已。你最欣赏他什么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快说嘛！或许我还能去已经成为像他那样让你欣赏的女人呢。那就大可不必了。谁告诉你我对他欣赏？有些事情不用说，一个眼神，一个态度，就胜过千言万语了。他工作能力很强，工作上非常出色。就这样。那我能成为像他那样出色的人吗？你不必要成为他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。顾念的独一无二在哪儿呢？善良、聪明、大气、有正义感，在工作上很努力，而且很懂得变通，但是有时候也很脆弱，脆弱的让人心疼。不过，他总是会逼自己从逆境中走出来。就这样。说完了？嗯，完了。这才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欣赏和懂得。你刚刚说他的时候，眼睛都是放着光的。你什么时候才能这么懂我、心疼我呢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你刚说完你还不承认。不过没事儿，
反正我还年轻，来日方长。我怎么就 get 不到你的点呢？我能 get 你的点。玫瑰自在绽放中，无惧风雨似海浪。从一颗小小的种子种下，就开始梦想。花瓣没上般绽放，有一灵魂被点亮，像一层一层的海浪跌宕，要抵达力量。玫瑰，你是玫瑰啊，无需卑微，无需退位，你就是美，你代表爱，柔弱也铿锵，沉默都激昂。褪去花瓣上的伤，素面朝着光，灵魂里悠悠暗藏温柔世界的原谅，披上晨露中的妆，吸引众多的目光，睡到不惊慌，对自己欣赏，放慢节奏，乘风逐浪。玫瑰，你是玫瑰啊，无关是非，也无视诋毁，你刺痛泪，代表珍贵，寻找也绽放梦想都可为。褪去花瓣上的伤，素面朝着光，灵魂里悠悠暗藏温柔世界的原谅，披上晨露中的妆，吸引众多的目光，睡到不惊慌，对自己欣赏，放慢节奏，乘风逐浪。褪去花瓣上的伤，素面朝着光。